小姐，明日就是您和陆公子大婚了。您突然说他要变心，非要大半夜翻墙来陆府偷听，这要是被发现了，冥界可就全毁了。昨夜脑子里突然出现一道声音，他自称是系统，说我只是书里的恶毒女配，命数是因婚书被换大闹，被陆家退婚，名声尽毁。陆景城会娶柳如烟，恩爱一生，我不甘心，这口恶气我绝不咽。景行，你放心，婚书我已经命人改成了柳如烟的名字，悄悄送去宋府了。他宋之一也私慕我，就算明日发现婚书换了，为了名节，他也只能由着如烟进门当平妻。宋家那128台嫁妆足够我们在京城打通所有官场关节了。谁在外面？镇北大将军裴炎，他怎么会潜入陆府？谁在那儿？宋家大小姐，明日大婚，今夜坚决翻墙来听未婚夫的强抢。堂堂镇北大将军，不也是一身夜行衣干着梁上君子的勾当？将军在查太傅府贪污军饷的案子。小丫头，太聪明可活不成。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裴将军，你想扳倒太傅府，我也想让他们身败名裂，不如我们做笔交易。就凭你？就凭我手里那128台嫁妆和整个宋家商会，明日吉时带上你的花轿来宋府门前结亲，敢不敢？不管裴炎有什么图谋，眼下嫁给他是最好的办法。闺女啊，这婚我们不结了，我这就去陆家理论。女儿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小姐，陆家的花轿来了。更衣。新娘子可算出来了，快请上轿吧。这只昨晚垫我怀里的小狐狸，倒比我想象的还要烈。啊！这是怎么回事？宋家大小姐疯了吗？她怎么冲着裴将军的花轿去了？我的老天爷，这可是当街悔婚呐！之意，你在干什么？宋之意，你给我站住！你闹够了没有？我知道你听了些闲言碎语，心里不痛快。可今日是你我大婚吉日，你就算耍小性子，也该分场合。陆景行，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是在跟你闹脾气？之意，适可而止吧。如烟的事，我以后会向你解释。她身世可怜，不过求个名分庇护。你身为正妻，当有容人之良。现在跟我回花轿，刚才的胡闹，我可替你遮掩，绝不追究。陆景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既然你提到了名分，不如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把这名分算清楚。陆公子，退后！诸位街坊四邻，今日请大家为我宋之星做个见证。宋家与陆家早有婚约，我父母倾尽家财备下128台嫁礼，只求我嫁入陆家后相夫教子，琴瑟和鸣。可陆家昨夜送来的婚书，本该写着我宋之言名字的地方，却赫然写着别人，这上面写的是柳如烟3个字。柳如烟，不就是记住陆家的才女吗？一个新娘子，婚书上却写别的女人，书香门第也干这种事儿，骗着宋家嫁妆，还想让别的女人顶正妻名分，太下作了！宋之意，你疯了！快把婚书给我放下！给我拦住他！你敢做，还怕别人说吗？你纵容好友篡改婚书，拿我的终身大事当儿戏，在你眼里，宋家不过商贾下贱，任你轻贱欺辱，我都只能咽下恶气，乖乖给你当钱袋子，对吗？你血口喷人，那只是下人写错了名字，休要在这里败坏我陆家门风。下人写错，这上面用的是极贵的徽墨，字迹刚劲，笔锋张扬。陆公子，要不要我现在请几位字画行先生来验一验，这究竟是哪个下人的笔迹？误会，这都是误会。宋姑娘，切莫冲动，有话好好说。今日是你与景行兄大喜的日子，莫要因底下人的一点小过错，伤了两家和气。底下人的过失？正是。是写婚书的管事昨夜贪贼，老眼昏花，竟将礼单上柳家表妹的名字误抄进婚书。景行兄忙于宾客，一时未查。陆家管教不严，
可你怎能凭一张写错的纸就断言景行兄骗婚？女子名节重于天，你今日当街悔婚，痛快是痛快，可京城只会说宋家嫡女不识大体，善妒不能容人。你不顾自己，也不顾宋家百年商行的声誉吗？现在收起婚书，随景行兄回去，刁奴自会重罚。若闹出退婚手纹，今后哪家清白门第敢聘你？谢公子言之有理，不过是下人写错，何至于当街悔婚？自古女子出嫁从夫，一点容忍之量都没有，如何管理后宅？哼，商贾之家终究少了教养。陆公子清流门第肯娶她，已是大恩。检测到宿主彻底斩断恋爱脑枷锁，精神波动峰值达到阈值，逆袭系统正式激活，恭喜宿主绑定成功，发放新手觉醒奖励技能神级洞察，可看破隐藏物品真实信息及隐秘人际关系，当前状态已自动开启。极品南红玛瑙玉髓原为一整块，一半为谢晨祥云玉坠，另一半为柳如烟水滴耳坠。人物关系：谢晨与柳如烟私交甚密，暗通款曲。谢公子这口才，不去茶馆里说声，真是屈才了。宋姑娘这是何意？谢某句句皆是为你，为两家着想。为我着想，顾全大局。你说婚书是下人醉酒写错的，那怎么不写张三李卫，偏偏一字不落写上柳如烟？那是因为李丹就放在旁边。够了，谢晨，你把全京城的人都当瞎子吗？你腰间这枚极品南红玛瑙玉髓又是怎么回事？你胡说什么？这不过是我随手买的一枚普通玉佩。普通玉佩，西域进贡的极品南红玉髓，带独有金丝暗纹，京城也找不出几块。这玉髓原是一整块，你将它一分为二，一半做成玉坠贴身戴着，而另一半被工匠打成一对水滴耳坠。巧得很，那对耳坠此刻正戴在你们那位身世可怜、不争名分的柳如烟额上。天哪，同一块玉石打出来的定情宝具，难怪他这么卖力，原来是帮自己的姘头上位。陆公子这是被自家兄弟给绿了。谢晨，他说的可是真的？那玉坠，你不是说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吗？景行兄，你别听这疯女人挑拨离间，她在血口喷人。让开，快让开！景行哥哥，如烟，你身子本来就弱，太丁嘱咐了不能吹风，你怎么跑到这大庭广众之下惹人非议？姐姐，如烟，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你何错之有？凭什么给他下跪？景行哥哥，你别拦我，让我把话说完。千错万错，都是如烟的错，求姐姐息怒，千万不要迁怒于景行哥哥和谢公子。婚书之事，确实是管事昨夜吃醉了酒，老眼昏花抄错了礼单，这都是一场误会啊！姐姐是商贾大家出身，从小金尊玉贵，自然不懂我们寄人篱下之人的苦楚。如烟出身卑微，命如草芥，怎敢对姐姐的正气之位有半分僭越？如烟与景行哥哥只是高山流水，惺惺相惜，我们发虚情止乎礼，绝没有半点对不起姐姐。至于谢公子那枚玉佩，更是无稽之谈，姐姐怎可凭空污人清白？高，实在是高，抬高我，贬低他，再把铁证说成污蔑。若换作从前的宋之如，怕是早已百口莫辩。姐姐若还是容不下我，如烟这边绞了头发，去城外尼姑庵做个姑子，此生再不踏入京城半步。只求姐姐原谅景行哥哥，不要当街退婚，毁了陆家百年清序。只要姐姐肯上花轿，如烟哪怕进门端茶倒水，做最下等的通房丫头，甚至无名无分伺候姐姐和景行哥哥一生，也心甘情愿。求姐姐高抬贵手，给如烟一条活路吧！这柳家小姐也太可怜了吧！堂堂才女，竟被逼得要去做妾。男人三妻四妾本就天经地义，人家连名分都不争了，宋家大小姐还板着脸，真是一点容忍之量都没有。上古之家就是铜臭味，哪懂妇德？陆公子清流门第肯娶她，他就该烧高香了。把人逼成这样，真是心肠歹毒。若是进了家，陆家后宅还不得鸡犬不宁？宋之义，你闹够了没有？如烟本就体弱多病，你不仅当街羞辱她，逼她下跪，还编造谎言污蔑她和谢兄的清白。她连名分都不要了，只想留在我身边，你却还如此咄咄逼人，非要将她逼上绝路才罢休吗？我陆景行真是瞎了眼，当初怎么会觉得你温婉贤淑？你简直恶毒至极！本将的迎亲吉时，谁再敢大声喧哗，惊了本将的战袍，这鞭子抽的可就是你们的舌头了。宋小姐，既然有人嫌站着说话腰疼，你想怎么教训？裴某替你清场。江南岁贡的流云软袖，1尺布10两金，赤金点翠9尾凤钗，
价值3200白银。春桃，小姐，奴婢在，咱们别理这些不分是非的人，咱们快和裴将军一起回府。回什么府？这戏才唱到一半，本小姐站得有些腿酸了。去，到后头的嫁妆队伍里，把我那把紫檀木的太师椅搬过来。你这泼妇，简直不可理喻！呀，你为何这般看着如烟？如烟若有哪里做的不对，姐姐打我骂我便是，千万别伤了和气。打你骂你，你也配脏了我的手？我只是在欣赏柳妹妹今日这身行头，还真是煞费苦心。宋之意，你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如烟连首饰都不敢戴，只穿素衣来求你，你竟还出言讥讽！素衣不戴首饰，既然陆公子眼瞎，那今日我就替你好好看看。柳如烟，你发髻里藏着的那只赤金点翠九尾凤钗又作何解释？九尾凤钗，那可是正妻才能用的规制啊！大周律法，妾室若敢僭越九尾凤钗，是大逆不道，严重了要吃板子。不是的，姐姐看错了，这只是一只普通簪子。普通簪子？他用宫廷掐丝工艺，凤尾嵌9颗东海红玛瑙，凤眼缀百年南珠，整个京城独此一份。因为它是我宋家珍宝阁上月出的镇店之宝，标价3200白银。半个月前，陆府管家打着给少夫人添妆的旗号，连欠条都没打，强行拿走，我以为是给我的，没想到。陆景行，你拿我宋家的铺子献殷勤，拿我宋家的银子讨好表妹也就罢了，可你们不该让一个口口声声甘愿为妾的女人，带着该属于正妻的凤钗到我面前哭穷叫冤。还有这件月白大裙，江南岁贡的流云软缎，1尺布10两金。你出身卑微，却穿贡调，带3000两凤钗，向我这商女哭穷，这就是你所谓不争名分。一个通房丫头，穿贡品软缎，带正妻凤钗，好大的排场！嘿，原来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狐妹子。拿人家的钱买正妻凤钗，还跑到正主面前装可怜，真不要脸！星星哥哥，我没有，我不是。柳妹妹若此刻晕下去，我便让人拿一盆滚烫参汤泼醒你。你身子弱，昂贵的流云软缎可挡不住风寒。宋之言，你这个贱人，你敢如此辱我陆家，都愣着干什么？把这疯女人给我拿下，用绳子绑起来，塞进花轿。今日就算你是死，也得死在我陆家的花轿里。给我绑了她，出了人命，本公子担着。保护小姐！死丫头，滚开！找死！裴安敢碰他衣角者，废了！遵命！这里是当朝大将军裴演的花轿前，谁敢放肆动武，便是惊扰军期，袭击朝廷命官。再有敢上前一步者，斩立决！裴安，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拔刀威胁朝廷命官？你不过是裴演身边一条狗，一介粗鄙武夫。今日是陆家教训不守妇道、当街逃婚的贱妇，是文臣清流后宅之事。你们裴家仗着兵权，敢在天子桥下干涉太傅府家务，大秦难道已没了王法？任员武将一手遮天？丁，检测到当前局势发生重大转变，文武阵营冲突激发，支线任务发布：粉碎陆家清流伪装，震慑文臣狂妄。宿主需当众撕破陆景行的道德画皮，绝不可让裴府背上政治黑锅。裴小将军辛苦了，多谢将军府仗义直言，
陆景行，我原以为你只是凉薄自私，没想到你竟如此愚蠢无耻。一口一个文臣领袖，一口一个清流风骨，你这圣贤书怕是全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贱妇，你放肆！你当街出尔反尔，还仗着武家的事在这里利益狂吼！你这等不知廉耻的商女，有什么资格评落文臣清流？清流？你纵容好友篡改婚书，用上不得台面的女人替换为你守身3年，为陆家倾尽家财的正妻，这就是清流做派。事情败露，你不悔改，反而带恶奴当街殴打弱女子，企图强抢民女，逼我咽下恶气。陆家自诩清流之首，却行偷梁换柱、骗婚诈财的男盗女娼之事，内宅龌龊被揭穿，便扯起文武之争的大皮遮丑。若大秦文臣都如你这般道貌傲然、厚颜无耻，你也配在保家卫国的裴将军面前提王法2字。宋之义，你闭嘴！这个一身铜臭味的商贾贱妇，你懂什么清流大义？你以为伶牙俐齿就能掩盖低贱出身？你除了几个肮脏臭钱还有什么？一辈子都洗不掉铜臭味。陆公子既如此高风亮节，嫌我这商女的铜气味脏了太傅府清流门楣，那不如先把这3年来你们陆家沾染的铜像铜旧账给清了吧。一派胡言！我陆家100年清正，满门书香，何曾拿过你1分1毫？你这毒妇，当街悔婚不够，还敢伪造账目，污蔑太傅府清誉。承平3年5月初4，陆府以老夫人50大寿为由，于宋记奇珍阁抽取3尺极品血玉珊瑚1尊，市价3000两。同月，又提走贡品云雾蛟仙10匹，计银800两。6月，陆公子父陆明彦嫌旧衣寒酸，于宋家银阁定做东珠白玉冠、羊脂玉腰带。即承平4年，陆公子被春为每日血宴、100年野山参，1年折银4500两。你住口！那是你自愿孝敬我母亲的，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东西，怎能算我陆家拿你的？自愿孝敬，看清楚，每一笔下面都按着你陆家大管家福伯的红手印，款写的明明白白，暂借未来亲家送府之资。一边靠着铜臭把自己喂得白白胖胖。陆景行，你的圣贤书是教你做要饭乞丐吗？原来这就是清流啊！还他妈的也花个钱！谢公子，急着去哪？刚才不是挺顾全大别，挺能为陆家颜面仗义离言吗？宋小姐，这是你们2家的私事，谢某一个外人确实不便掺和。外人？谢公子这3年在宋家沾的铜迹味，可一点不比你这好兄弟少。承平5年春，谢公子看中前朝大儒孤本，囊中羞涩，借陆公子知己至交的名义，在宋记书局强行赊走，价值500两。同年秋，群发楼包场宴请同窗，没钱结账被扣押，也是拿陆景行名帖到宋记酒楼提先银救急，足800两。你血口喷人，斯文败类，谢某清清白白，岂会行这等龌龊之事？不见棺材不掉泪，亲笔画押，还扣着谢晨私印，白纸黑字写着待谢某日后高中必定双倍奉还。怎么，功名还没考上，记性先被狗吃了？他兄弟未婚妻的钱逛青楼，真乃夺人的耻辱！不仅吃软饭，还带兄弟一起吃。难怪刚才一个劲儿劝宋小姐别退婚，原来怕钱袋子跑了。你宋之义，你毁了我大好前程，我定要拿整个大梁给我的前途陪葬。这才只是开始。都给我住口！你这不知廉耻、忤逆不孝的毒妇！儿啊，你莫怕，有为娘在，今日谁也休想动你一根汗毛！宋之义，你这个无法无天、下贱粗别的商户女！陆家100年清流，太傅门第，当初若不是你宋家祖父苦苦哀求，凭你满身铜臭，也配进我陆家大门。如今你得了便宜，还敢卖乖，大婚之日悔婚，勾搭裴府武夫，还敢捏造账目，构陷主君。自古3从4体，女子本分，婚书已过，你便生是我陆家的人，死是我陆家的鬼！忤逆尊长，不守妇道，构陷夫家，桩犯7出之条。我今日便替天行道，清理门户。来人，
把这不知廉耻的毒妇拿下，堵上他的嘴，扒了他的喜服，拖回太傅府祠堂。本夫人今日要请家法，按族规将他陈堂，以正陆家门风。是，我看谁敢动夫人一下！你一个裴府的下贱奴才，也敢阻拦太师府办家事？怎么，裴衍那个只会在死残堆里打滚的莽夫，还想为了一个破鞋，当街杀朝廷文臣的家眷不成？给我冲！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砍了我这个一品诰命！一品诰命，好一个百年清流，好一个按族规陈堂。老夫人，您口口声声嫌我商女粗毒，一身铜臼，下令陈堂前，能不能先低头看看您自己？你这毒妇又想耍什么花招？您身上这件卷子香云暗纹锦缎，是我宋家云锦阁上月贡品古品。您说穿着轻省，一文钱没付就让人送进太傅府。您头上这副极品珠翠头面，是我宋家铺子镇店之宝。您以未来婆母替儿媳保管为由强行拿走，甚至您手里这根镶猫儿眼宝石的龙头拐杖，也是去年做寿时逼我宋家大掌柜花3000两从西域商队买来孝敬您的。天哪，从头到脚全是宋小姐的钱！拿人家的钱摆诰明夫人的谱，如今还要把人家陈堂，这陆家是土匪。拐杖都是讹来的，还敢嫌人家同辈，真是又当又立。你这满口喷粪的贱人，这些都是你心甘情愿孝敬长辈的，是我陆家的底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死他！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奸妇！老夫人不用急着跳脚，方才那些衣上首饰的几千两，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苍蝇腿小账罢了。真正能让太傅府满门抄斩的死账，在这儿呢。装神弄鬼！你这满嘴谎言的商女，以为随便拿个破盒子就能吓住我太傅府？就算你说出天花乱坠的借口，也掩盖不了你忤逆不孝、不知廉耻的罪过。你怎么会有这个匣子？不可能！这东西明明锁在我的书房暗格里，你这毒妇怎么可能拿到？陆公子忘了，当初是你亲手把书房钥匙交给我，说太傅府以后全凭我做主，用我的钱买的锁，藏着你见不得人的秘密，我就看不得了。大梁建平3年2月初9，太傅府长孙陆景行特向宋氏通宝钱庄吃取现银10万两整，立字为凭，借款人陆景行。10万两，太傅不是两袖清风吗？私下竟向未婚妻家借这等巨款，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这毒妇定是伪造的。景行平日里连花钱的去处都没有，要这10万两白银做甚？你休要拿假账污蔑我儿！假账上面清清楚楚盖着陆景行的私章，按着他的手印。老夫人既然不知道他拿钱做了什么，我就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念给你听。2月初9，正是去年春闱前夕，陆景行在科举中拔得头筹，动用10万两白银打点礼部官员，结交主考官幕僚，甚至买通批卷统考官，疏通所有关节，科考舞弊，是这样，难怪去年一举夺魁。原来状元之才是买来的，满门清流，竟干出动摇国本的龌龊事！你住口！你这疯女人，给我住口！老夫人，你刚才不是要用太傅府族规将我陈堂吗？大梁律律写得明明白白，科场舞弊行贿主考，乃动摇国本的死罪，数额高达10万两。若家族知情包庇，纵容子孙买榜，依照律法该当何罪？株连3族，满门抄斩。知意啊，这定是误会。你和景行青梅竹马，十里红妆都备好了，咱们可是一家人啊！有什么账目不痛快，回太傅府关起门慢慢算。10万两，陆家砸锅卖铁也还你，你千万别冲动。一家人，陆老夫人，您这变脸的速度，不去天桥底下唱百变戏俊，真是屈才了。可惜你太傅府的门槛太高，我这浑身铜皱的商女高攀不起。几位老伯，请上前来。宋之意，你又要耍什么花招？把借条还给我！
放肆！谁敢惊扰夫人？本将在此，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夫人一根头发。我宋之义，今日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以宋家商行当家人的身份立誓，将这10万两白银的债权原件无偿捐给城南慈幼局以及兵部下辖安置北境退伍残疾老兵的商云恒。宋姑娘，这可是10万两啊！您真给我们这些糙汉子？老伯，您替大梁流过血，这钱是太傅府欠天下人的，您拿着。苍天有眼呐！老夫这条胳膊是替大梁当北地弯刀砍断的。朝廷说国库空虚，伤残抚恤一拖再拖，我们这些老兵只能在天子脚下讨饭吃。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太傅府清流，竟拿10万两白银去科考舞弊，去买官卖官，你们喝的是我们老兵的血，吃的是前线将士的肉啊！我这蛀虫！呸！什么狗屁清流！还钱！把老兵的救命钱吐出来！还钱！把太傅府还了！别打我，不关我的事！完了，你们这些刁民！我是太傅府的一品高明，你们敢？老夫人，省省力气吧。昨夜3大钱庄、顺天府和兵部的公文库，这10万两原件在伤兵营，底单在顺天府。明日起，由兵部替孤儿老兵向太傅府讨债。若是少了1个铜钱，你们陆家就等着大理寺的抄家灭门诏书吧。不，你把陆家的活路全堵死了！你这个恶魔！我的太傅府啊！造孽啊！丁，检测到宿主化私怨为大义，成功转移仇恨，完成隐藏支线任务，获得成就，声名远播，民间与军中威望大幅提升。听闻裴后娘娘有旨，今日大喜。娘娘体恤将军常年戍守边关，劳苦功高，府内终会无人操持，膝下更是子嗣单薄。特赐下玉秀宫长侍大宫女雪雁、秋玲，赐入裴府为将军侧室，以延绵裴家香火。钦此。裴将军还愣着做什么？还不速速过来下马，接旨谢恩！欺人太甚！宋之义，这就是报应。皇后娘娘亲自出手，我看你还怎么张狂！商贾贱妇，有了这2个搅家精，我看你在裴家还能得意几日？怎么，裴将军迟迟不肯过来下马接旨，莫非是对皇后娘娘的恩典不满，还是说将军自视甚高，已经不把皇家放在眼里了？且慢！这一箭若见血，就是当街抗旨。文臣与皇后议着，会立刻把将军府拖进死局。裴衍不能折在这里，我要在裴府立足，就得让他看见我有资格与他并肩挡箭。李公公，敢问公公，今日是谁的大喜之日？大胆狂徒，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打断咱家宣读圣旨？我算什么东西？我是裴将军今日8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正妻，是这将军府未来的当家主母。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向来以礼法治后宫。大梁律法明定，男子娶妻须过3书6礼，8抬大轿正门迎入，方为正室。正室未进门，哪有先纳妾室的道理？再者，裴将军早已与我立下白首之约，此生绝不纳妾。公公今日带着2个莺莺燕燕，在正妻过门之日当街强塞进门，究竟是传达皇后恩典，还是践踏大梁礼法，给将军府难堪？反了，反了！你个不知廉耻的弃妇，满口胡言，竟敢藐视皇族恩典，抗拒圣旨！咱家看你是活腻了！来人呐！宋之义彻底疯了，当街抗旨，辱骂内廷总管，哪一条都够他死。
裴衍自身难保，我看谁还能救他。死吧，赶紧死吧！只要他死，那128胎嫁妆就还是陆哥哥的，我才是太傅府少夫人。别碰我家小姐，你们别碰她！绝不纳妾。他行之是皇，却敢拿命替我挡下抗旨之罪。拿下！给咱家把这目无王法的毒妇当场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夫人小心！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不可能！一个满身铜臭的商贾之家，怎么会有免死金牌？李公公，刚才你不是还叫嚣着要格杀勿滥吗？现在这上面的4个大字，你可看清楚了？认得，奴才该死，奴才狗眼看人低，叩见先帝恩典。算你还有点见识。大梁开境战事之初，国库空虚，3军断粮，是我宋家祖上半月筹30万担粮草，冒死送抵前线，解了先帝与大军的燃眉之急。先帝感激宋家忠义，亲赐这枚免死金牌，明旨昭告天下，见此牌如见先帝，见官大3级，更有特赦死罪之权，必有我宋家子孙不受强权欺辱。公公刚才口口声声说我藐视皇族恩典，敢问公公，到底是当今皇后的懿旨大，还是先帝御赐的金牌大？先帝大，自然是先帝大，是奴才瞎了狗眼，冲撞了先帝恩典，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啊！我今日与裴将军成婚，乃顺应天意的好姻缘，你却带着2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狐妹子当街阻拦，口口声声说是皇后的恩典。我倒要问问，皇后娘娘是不是对先帝赐下的金牌不满？是不是想越过先帝，用这2个贱婢来打我宋家的脸，打先帝的脸？没有，这绝对没有，是奴才擅作主张，皇后娘娘毫不知情，全是奴才急功近利，向八戒讨好，这才假传了懿旨啊！求夫人明鉴，饶奴才一条狗命吧！免死金牌，若坐在花轿里的是宋之意，这张保命符本该是陆家的。既然是你这阉人假传懿旨，那还不快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视线！若再敢惊扰本夫人半步，我定拿着这块阴牌亲自击响登闻鼓，去殿前问问当今陛下，这大梁天下到底还认不认先帝的规矩？是，奴才这就滚，奴才马上滚，还不快走！都瞎了眼吗？不知死活的蠢货！杀吧，快动手吧！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越俎代庖，替本将挡下的到底是什么麻烦？知道，是皇后的试探，更是套向将军府脖颈的一道枷锁。今日大喜，皇后偏在这时赐妻，明面是恩典，实则是安插进眼线。那领头太监还要将军下马接旨，居心叵测。将军若接，就是当着全京城的面让他们把毒刺扎进府；若不接，明日御史台的折子就会告你恃才傲傲，拥兵四众，进退都是死局。所以呢，你觉得你有资格替我本将破这个局？我不是觉得，而是我已经做到了。我用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压下皇后懿旨，从头到尾禁军没碰将军府半片七角，裴府未动一兵一卒，将军也没有沾上抗旨之名。这个死局我替你解了。将军要娶我过门，即应了我的契约，与我过门，我宋之义就绝不是只会躲在男人身后求庇护的菟丝花。这便是给你的投名状。投名状？你凭什么笃定本将军会收你入府？粮道，
朝堂清流卡你的粮饷。北境将士缺粮缺冬衣，宋家有钱偿，漕运陆路商队，北境3州是3条暗线商路。只要我坐稳裴府主母的位置，宋家的商队便是将军的运粮车。从此以后，将军刀锋所指，再无后顾之忧。他靠裴将军那么近，不要命了？裴将军竟没动手，还像是在听他说话。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宋之义，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你以为你在干什么？你不过是满身铜臭、卑贱低俗的商女，是被我陆景行、被陆家像丢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弃妇。你当街耍狐媚手段，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裴将军是大梁国之柱石，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声名狼藉、残花败柳的破鞋？像你这种不知廉耻、倒贴都没人要的女人，就算爬上裴家的花轿，也休想在将军府有名分。你连暖窗通房都不配，只配去盗夜枪。你刚才说谁是破鞋，让谁去盗夜场？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我裴衍要娶的女人，便是我将军府唯一的女主人，是我裴某人一生护着的妻子。她一根头发都比你们整个陆家贵重，还轮不到别人来说三道四。你若再给我，便亲手口出拔了你的舌头，拿你们陆家满门的脑袋来给我夫人铺大婚的红妆。裴将军，请您高抬贵手息怒啊！景行哥哥他只是一时情急，并非有意冒犯将军。姐姐她若是心中有气，如烟愿意受罚，只求将军千万不要伤了和气。如烟这厢给将军赔不是了。哪来的贱妇，也敢在本将面前搔首弄姿？滚开！好，骂得好！裴将军威武，当乃真汉子，跪地上都爬不起来了。多以男人的狐媚子，在将军面前毕露了吧？陆家钱财在塞后，如今还想身份压人，简直自取其辱！造孽呀！造孽呀！宋之义，你个毒妇！你……老夫人，老夫人吐血了！老夫人还是请大夫！诸位街坊四邻，京城父老，今日之事，是非曲直，想必大家已看得分量。陆家自诩百年清流，书香门第，却干出背信弃义、偷梁换柱、骗婚商女、贪墨钱财的龌龊勾当。事发之后，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妄图以权势压人，以家法构陷。这等男盗女娼、毫无底线的虎狼之窝，我宋之言不屑踏入半步。一个商贾女子，竟能把陆家剥得体无完肤，好胆魄！从前是我宋之儿瞎了眼，错将榆木当珍珠，但上天有眼，不绝我宋家之路。今日这换嫁乃是天意，我宋之一在此对天立誓，从今往后，我与陆景行恩断义绝，桥归桥，路归路，此生不复相见。恩断义绝。他不是闹脾气，他是真的不要我了。之一，不！春桃，拿火盆来。哎，奴婢这就来。快看，那是陆家祖传龙凤双玉里的凤玉，只传长房嫡系的定情信物，还有那张借条，这是要当众撕破脸啊！陆景行，你当年赠我玉佩，许我白首之约，如今你毁约在先，纵容外室里带汪苍，这信物便和你们陆家的脸面一样，一文不值。不要！
陆家门第太高，这些破烂玩意儿还给你们。检测到宿主完成物理与情感双重绝对切割，支线任务断绝孽缘已完成，宿主摆脱恶毒女配强行降智光环，命运线全面重构，奖励气运值提升，获得永久被动技能冰心诀。好一个恩怨分明、杀伐决断的小狐狸！宋之意，你疯了吗？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他不过是利用你，你敢跟他走，一定会后悔的！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进我陆家的大门！原本今日该是我赢，凭什么他还能全身而退？凭什么那只手伸向的不是我？他接了，梁道这份投名状，他认了。裴安，起轿！坐稳了。将军也是。原本的死局已经被我撕开一半，那个注定惨死街头的宋之然死了。可陆家不会罢休，皇后被免死金牌打了脸也不会罢休，裴衍更不是凭梁道2个字就能拿捏的人，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裴将军可在？将军在府中等你。宋之意，你给我回来！你在胡闹什么？他以为我在闹，可我是在嫁人，只是新郎换了一个，我没有后悔。宋之意，你敢嫁给裴衍那个莽夫，你不要后悔！之意，之意，你回来！奉我家将军之命，前来迎回夫人的嫁妆，还请陆公子行个方便。他的嫁妆凭什么给你们？陆公子这话说的，嫁妆自然是跟着新娘走。如今宋小姐已是我裴府的当家主母，她的嫁妆不进我裴府，难道还留在你陆家吗？你们裴家不要欺人太甚！这门婚日本就是我和宋之意合计行的，他临时反悔，那是他不守妇道。这嫁妆就算给我们的赔礼。婚书上写的是谁的名字？陆公子心里没数吗？真是不要脸！哦，原来是婚书出了问题。我呸！不要脸的东西，怕不是陆家做了亏心事儿，这是个误会。之意，你出来，我们好好谈谈。来。完成任务，嫁妆归位，宿主身体素质提升。昨夜心死的瞬间，我觉醒系统，他说我只是书里的恶毒女配，命数是因婚书被换大闹，被陆家退婚，名声尽毁。陆锦当会娶柳如烟，恩爱一生，我不甘心，所以换一条路。夫人，嫁妆已全部入库。辛苦了。喝了它，你就是裴夫人了。我今日要去城外大营，后宅的事你自己能处理。将军放心去便是。商行百10号掌柜我都管得服帖，何况一个后宅。好，裴安留下，府里的人生杀予夺，全凭你做主。让府里管事的都过来见我。老奴王有才见过夫人。夫人初来乍到，恐怕不知道咱将军府的规矩。将军府的规矩我不知道，但我宋之意的规矩很简单。账本呢？
夫人，将军府不比商贾之家，府里开销大，老兵遗孤的抚恤更是个无底洞。如今账面上只剩下不到30两纹银了。听说夫人带了128台嫁妆，你什么意思？敢打我家夫人嫁妆的主意？30两。丁，神级洞察已触发，目标人物王有才，隐藏信息，利用采购军需之便，每月贪墨300两。人物关系：早年受过皇后母族恩惠，暗中传递裴府情报。王管家，这账做的倒是漂亮，只可惜你当我是吃素的。上个月才买白炭50斤，市价不过10文一斤，你寄了30文。本月给伤残老兵打制冬敷，用的明明是下等黑心棉，你却按上等松江棉结账。夫人，这是哪里的话？老奴在裴府操劳10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一个浑身铜臭的商贾女子，刚进门就想拿老奴开刀立威，我不服。等将军回来，老奴要亲自去告状。拿你开刀，你还不配。那你解释解释，为何你每个月逢5都要去城南的茶楼见一个来自承安公府的管事？你从公账上摊下来的银子，究竟是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是当了买路樊，买了皇后的眼线身份？你血口喷人！裴安，裴府的规矩，失礼扒外勾结外城者，该当何罪？回夫人，按军法，杖责50，打断双腿，发配边疆。拖下去，狠狠地打，打完把他的家底给我抄了，填补公账。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从今天起，这裴府的后宅我说了算，忠心办事的赏钱翻倍，若有敢生异心的，他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谨遵夫人教诲。将军，户部那帮文臣又在作梗，借口今年赋税不足，把咱们北境大军的冬衣和粮草批款足足砍了70%，再过半日就是寒冬，将士们怎么熬？陆家和这帮清流是想用边关10万将士的命来逼我交出兵权。春桃，拿着我的大掌柜信物，去通知京城所有宋家商会的布庄和粮行，传我的话，3天之内给我调集10万套上松江棉衣，外加5万担陈粮，走宋家自己的私校水路，直发北境大营。夫人，10万套棉衣，这可是至少30万两白银的填补。我宋之义别的不多，就是穷的只剩下钱了。将军既然敢在长街上拔剑护我，我宋家就供得起这10万大军的粮草。得其如此，裴某3生有幸。这笔账，裴家军全军上下记下了。丁，触发新任务，立威。任务要求3天后的宫宴上，让柳如烟当众出丑，初步建立主母威严。3天后的宫宴，将是我作为裴夫人的第一次亮相。府里的事你做主，需要什么跟裴安说。柳如烟，你不是喜欢当众表演吗？3天后，我会给你一个更大的舞台。3日后的宫宴是修罗场，陆家、柳家都等着我出丑。小姐，不，夫人，那天的宫宴，我们真的要去吗？奴婢怕他们会为难你。怕什么？我如今是裴夫人，他们不敢明着把我怎么样的。至于暗地里的那些小动作，我们防着就是了。听说你在为宫宴做准备。陆家的人可能会对你不利。10万两舞弊案，陆家把大管家推出去顶了死罪，皇后在御书房跪了半宿，以朝堂不可一日无清流为由保下了陆景贤的命，但他已被革职。如今陆家只剩个空壳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皇后保他，不过是想留一条咬我们的疯狗罢了。明日宫宴，皇后特许陆景贤和柳如烟赴宴，摆明了是要在文武百官面前拿你来打我的脸。你若怕了，明日我称病，我们不去。去？为什么不去？
既然他们把脸凑上来，我若不狠狠打回去，岂不是辜负了皇后娘娘的一番美意？我知道，将军可是有事吩咐。这个给你，这是解毒丸。宫宴上入口的东西多加小心。多谢将军。将军，那天你为什么会在陆府？为什么会答应娶我？因为你的眼神。什么？一开始我只是醉酒走错了路，想戏耍一下你，但你真答应嫁给我那天来找我时，眼神里没有爱慕，没有畏惧，只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狼。我觉得你这样的人做裴夫人很合适，不会哭哭啼啼，不会给我添麻烦。裴炎，你果然没看错人，我不会哭哭啼啼，只会让制造麻烦的人后悔。这场交易似乎不再冰冷。硬仗在前，但我毫无畏惧，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好戏开场了。不管京城怎么议论，我今日都要从容坐在裴衍身边。裴将军、裴夫人，许久不见。早听说宋家小姐是个妙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裴夫人这气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世子夫人过奖了。哟，裴夫人，你看，那不是陆家那对不要脸的表兄妹吗？出了那么大的舞弊丑闻，连家底都赔光了，居然还有脸来赴宴。听说是皇后娘娘慈悲，给他们留了一线生机。就是不知道这块淹死的狗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小女柳如烟，见过裴将军。宋姐姐，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很好，倒是柳小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心事太重，夜里没睡好？姐姐说笑了，我只是担心你，毕竟你和景行哥哥他……我夫人用不着你来担心，管好你自己的事。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今日真是个好日子，不仅有这满园春色，还见证了一桩美满姻缘。裴将军和裴夫人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本宫听说裴夫人多才多艺，尤其擅长抚琴，不知今日可否让我们一饱耳福？皇后是柳如烟的远房表姑，她要我当众出丑，再让京城第一才女来压我，可我不能退。皇后娘娘谬赞了，臣妇确实略通音律，只是怕技艺粗破，污了娘娘和陛下的耳朵。裴夫人谦虚了，来人，上琴。不就是弹琴吗？谁说我不会？怎么可能？宋之一怎么会弹琴，还弹得这么好？好一曲破阵子。裴夫人此曲，让朕仿佛回到当年随先帝征战沙场的日子，壮哉，快哉！没想到裴夫人竟有如此才情，真是让本宫刮目相看。陛下谬赞，皇后娘娘谬赞，臣妇献丑了。不过比起臣妇这点微末伎俩，想必柳小姐的琴技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臣妇刚才这曲不过是抛砖引玉，还请柳小姐不吝赐教，也为我们弹奏一曲，让我们一饱耳福。如烟，既然裴夫人有此雅兴，你便也弹一曲吧。
完成任务，立威，奖励过目不忘技能。这只是第一道开胃菜，柳如烟，我们的账还没算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将军以后会慢慢知道的。这些都是你做的？我打算将这些铺子盈利的30%捐作军饷，希望能为将军、为大梁的将士们尽一份绵薄之力。以后家里的事你说了算，外面的事我替你扛。夫人，不好了！刚才外面传来消息，说陆公子在城外别院遇刺了。人怎么样了？听说伤得很重，现在还昏迷不醒。陆家乱成一团，陆老夫人当场晕过去了。外面的人都怎么说？他们都说是裴将军派人干的，说将军为了给您出气，才对陆公子下手。别慌，先回府。裴将军，下官这厢有礼了。今日惊扰府上，实非下官本意，下官也是奉公办差，身不由己啊。奉公办差，王大人好大的威风，带着这么多佩刀衙役，将当朝一品大员的府邸围得水泄不通。怎么，大梁国的王法改了？京兆尹如今可以直接查抄将军府了？裴夫人慎言，下官绝无此意。实在是昨日深夜，陆景行陆公子在城外别院遭遇数名黑衣人行刺，身中数刀，至今重伤昏迷，生死未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巡城御史当场拿住了一名没来得及逃跑的刺客，而那刺客在诏狱中熬不住刑，亲口供认，指使他去杀陆公子的人，正是镇北大将军裴炎。天哪！裴将军派人刺杀新科状元，这还用想吗？为了裴夫人呗。这陆公子以前可是裴夫人的未婚夫，夺妻之恨，加上之前长街退婚的恩怨，裴将军这是要斩草除根啊！荒谬！王大人，堂堂京兆尹，断案竟如儿戏，捉贼拿赃。仅凭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刺客的一面之词，你就敢带兵围一品大员的府邸？这若是传到北境10万将士的耳朵里，大军哗变，你王大人的酒足够不够看？裴夫人，不用拿北境大军来压我，下官今日来奉的可是皇后娘娘的懿旨。刺客就在衙门公堂之上，裴将军若真觉得坦荡，绝无杀人灭口之心，那就请卸下兵器，跟下官走一趟公堂对质。若是不敢去，那就是抗旨不遵，做贼心虚。陆景行遇刺是假，借刀杀人剥夺裴衍军权才是真。如果裴衍此刻动武拒捕，明天拥兵自重意图谋反的折子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满御书房。谁敢动我们将军？将军不能拔剑，这是个死局，拔剑就是抗旨畏罪，正中皇后下怀。你跟我去公堂，剩下的交给我，我定要让这群跳梁小手有去无回。王大人，不用拿皇后来压本将，公堂本将去，但你给本将听清楚，我夫人若在公堂上查出这刺客是被人收买诬陷，王大人，你脖子上那颗脑袋最好提前找个好一点的木匠缝紧一点。待裴将军升堂。堂下所贵何人？还不速速将你受何人指使，为何刺杀陆景行公子之事，如实向本官和全城百姓招来。若有半句虚言，大刑伺候。青天大老爷明鉴，小人全招。是裴将军裴炎，裴将军给了小人1000两足色银票，说那新科状元陆公子抢了他的风头，还总是纠缠裴夫人，让他心里不痛快。他让小人在陆公子回别院的路上设伏，务必要将陆公子乱刺杀人灭口啊！你说是将军给你银票，雇你杀人。好，我且问你，何时何地？就在3日前的虚实，城西10里外的废弃土地庙里。当时只有裴将军一个人赴约，小人绝不会认错。谎话连篇！王大人，这就是你审出来的铁证。3日前的虚实，北境800里加急军情入京，将军一整日都在御书房内与陛下兵部尚书推演沙盘布防。陛下特赐将军留宿宫中偏殿，皇宫内廷12位兵部尚书皆可作证。
怎么？我们将军拿回妖法，能分身去城西土地庙给你送钱不成？或许是他受刑过重，记错了日子。你这刁民，再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对，小人记错了，是5日前的晚上。好，就算你记错了时间，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将军当夜递给你那1000两银票时，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右手，小人看得真切切。他从怀里掏出银票，就是用右手递给我的。小人还看到他右手虎口处有常年握剑的老茧。草民冤枉！王大人，你若是个睁眼瞎，不妨去兵部调出大梁国的军医档来看一看。大梁开国15年，北敌铁骑南下，直逼边关，是裴将军率领3000轻骑血战7天7夜。将军的右手为了替当今圣上挡下北敌可汗的一记毒箭，经脉尽断。这3年里，他的右手连一个装满水的茶盏都端不清，连一柄3斤重的长剑都握不住。你现在告诉我，他用那只废掉的右手稳稳地递给你1000两的银票。狗官，裴将军为了大梁残了右手，你们竟然拿这个来诬陷他！这刺客分明是受人指使的假货！严惩真凶，还将军清白！你也是个可怜人，被人当枪使了还不自知。你以为你咬死将军，你背后的主子就会保你家人的性命？这是，你到底是谁？这是青影卫的信物，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青影卫的规矩。任务失败且当中漏项者，不仅自己要在诏狱里受尽72道酷刑，你的父母、妻子甚至9族都会被暗中处理得干干净净，鸡犬不理。我说的对吗？我承，我全承！不要杀我儿子！不是裴将军，一切都是皇后娘娘母族的柳家指使我的，是他们给了我1000两，让我刺杀陆公子，只要没杀成，就故意被抓，把脏水泼到裴将军身上。就是他，柳家的外院管事，这药粉和银票就是他亲手交给我的，他就在那里监视我，别让他跑了！裴安，拿下他，死活不论。王大人，案情已然真相大白，皇后母族雇凶杀人，刺杀当朝学子，构陷国之柱主，此等谋逆大案，你这区京兆尹的庙太小，怕是审不了，也兜不住了吧？夫人饶命，将军饶命！下官瞎了狗眼，下官也是受人蒙蔽呀。裴安，点齐铁甲卫，带上这刺客和刘管事，随本将进宫，击登文谷灭圣。反了，真是反了！朕的皇后一国之母，竟然纵容母族在天子脚下雇凶杀人。他们今天敢构陷朕的真美大将军，明天是不是就敢带兵逼宫，让朕退位让贤啊？陛下息怒，保重龙体啊！陛下，传朕的旨意，皇后失德，剥夺中宫俸印册宝，即日起打入冷宫。无朕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柳家仗势欺人，结党营私，构陷忠良，即刻着锦衣卫查抄柳家满门，所有男丁下诏狱严审，女眷流放宁古塔，主犯秋后问斩，绝不姑息。迟疑，你来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你一定是听说了我的惨状，查清了真相，来救我脱离苦海的，对不对？陆景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今天来只是为了确认凶手，洗清我们将军身上的脏水。至于你的死活是遭报应还是苟延残喘，与我没有半文钱关系。迟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柳如烟那个贱人是个满嘴谎言的骗子，谢晨更是个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我遇刺那天晚上，昏迷前听到了刺客互相沟通的暗语，那口音，那腔调，根本不是雇佣的市井杀手。你说什么？是谢晨。谢晨要我假装被刺杀陷害裴将军，但那刺客是真想杀我。谢晨假借皇后和柳家的名义刺杀我，想置我于死地。刘管事不过是谢晨放出来掩人耳目的烟雾弹，他不仅要我死，还要借这步棋搞垮裴将军，他想踩着我们所有人的尸骨往上爬。
去谢晨的书房，他书房正中央挂着一幅猛虎下山图，图的后面是机关暗格，那里不仅有他贪墨的假证，还有他和北狄人勾结通敌叛国的铁证。通敌叛国，调集所有铁甲卫，随本将朝谢府。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少爷，我们勾结北狄的事情败露了。什么？我们完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逃到北狄王庭，拿着大梁的布防图，我照样能封侯拜相。陆景行这个废物，竟然没死透，坏我大计！黑岩，宋之义，你们怎么会来的这么快？谢大人，更深露重的，这书房里火盆烧得这么热，是在烧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说，这包袱里的金银锁碗是为了去北狄王庭当聘礼？是又怎么样？陆敬行那个只知道吟诗作对的闯祸，凭什么拥有你宋之义的万贯家财？裴炎，你个只懂杀人的武夫，又凭什么位极人臣？我谢晨才华横溢，凭什么要一辈子屈居人下？既然你们今天非要逼死我，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全都出来，给我杀了他们，一个不留！大梁的战神，今天我就用你的头颅去祭奠我们北狄死在边关的勇士！上！宋之义，你这个毁了我的贱人，我们一起下地狱吧！之义，躲开！就凭你这蝼蚁，也敢碰我的女人！谢晨，你的黄粱美梦到此为止了，带走，听候圣裁。卖国求荣的畜生，去死吧！53刻已到，验明正身，斩立决。陆家虽未直接通敌，但因科考舞弊及包庇罪，被褫夺所有名爵位，全家流放岭南。之意呀，快把你的嫁妆拿来，给我爷娘打首饰。走快点！你以为你还是状元郎呢？流放岭南燕瘴之地，能不能活着走到都是个未知数，还在这磨磨蹭蹭。丁，全面男主命运线已彻底改写，原定陆景行、柳如烟等人的已全部归零。恭喜宿主，终极逆袭复仇任务圆满完成。逆袭系统倒计时启动，3、2，即将解除绑定。荣幸能陪伴宿主走过这段逆风翻盘的旅程，愿宿主在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里前程似锦，岁岁平安。再见，再见了。谢谢你给了我觉醒的机会，但从今往后的路不需要剧本，不需要预知，我会自己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下去。在想什么？对着镜子笑得这么出声。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都已经散了。陆家也好，谢尘也罢，都与我无关了。从今往后，我只是宋之义，是镇北大将军明媒正娶的妻子。夫
夫人这话说错了。哪里错了？从今往后，这将军府里你最大，外面哪怕是山山火海，我替你踏平；这府内哪怕是万贯家财，全由你做主。我裴炎不仅是大梁的将军，更是裴夫人的裙下之臣。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若是喜欢，我把那卖糖葫芦的整根草板子都给你买回去。知意，放个河灯，许个愿吧。我不信命，也不再相信任何既定的剧本。我只相信我手里握着的算盘，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更相信眼前这个愿意为了我拔剑、护我一世周全的男人。愿大梁江山永固，海晏和亲。愿我与他岁岁年年，长相厮守，白头偕老。知意，这盛世繁华，这万家灯火，我裴炎陪你一起看，看一辈子。